PMI 作为一个领先指标，对于预测经济走势具有极高的价值。例如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，PMI 的急剧下降预示着经济的大幅衰退；而在经济复苏期 ，PMI 的回升则是企业和政府制定复苏策略的重要依据。以中国为例，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都高度重视 PMI 指数。中国在经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后，其 PMI 数据成为衡量中国乃至亚洲经济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。中国政府利用 PMI 数据来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，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。虽然 PMI 是一个有利的经济指标，但它也有其局限性。例如，它无法完全反映新兴市场的经济状况，且对于服务业的反应不如制造业那么敏感。因此，分析师和决策者需要结合其他经济数据，如 GDP 增长率、就业数据等，来综合判断经济形势。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经济结构的不断演变 ，PMI 将继续作为监测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。它不仅帮助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领导者做出更明智的决策，也为普通投资者提供了了解和预测市场趋势的窗口。在未来，随着数据采集和分析技术的提升 ，PMI 的精确度和应用范围预计将进一步增强，成为全球经济指标体系中更加闪耀的星星。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，我们在用心的做视频，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麻烦你点赞和订阅，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。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谢谢你。在深入探讨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对特定国家政策的影响时，以中国为例是极为贴切的。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，其经济政策的调整对全球经济产生着深远的影响。PMI 数据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。从2000年代初期开始，中国经济迅速增长，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。这一时期，中国的 PMI 数据表现出了显著的增长趋势，反映出制造业的繁荣。然而，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，中国的出口市场受到严重打击，这直接导致了 PMI 数据的急剧下降。中国政府迅速反应，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政策，旨在稳定经济并促进内需增长。在这些政策中，最为人熟知的是2008年末中国政府推出的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。这一巨额资金的投入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、社会福利项目和产业升级等领域。这一政策的实施，使得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危机中表现出了强劲的韧性。PMI 数据也在短期内恢复到扩张区间。进入2010年代，中国经济逐渐转型，从重视速度到注重质量的增长模式转变。这一时期，中国政府开始关注 PMI 中的新订单、产出价格等更为细致的数据，用以指导微观经济政策。例如，在观察到 PMI 中原材料价格指数的持续上升时，政府会通过调整货币政策来遏制通货膨胀的风险。同时，中国也开始重视服务业的 PMI 数据。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，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上升。政府通过关注服务业 PMI 中的就业、业务活动预期等指标，来评估和推动服务业的发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国在处理经济政策时表现出的灵活性和迅速反应能力。例如，在2015年和2016年，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， PMI 数据连续多月处于荣枯线以下。政府随即采取行动，包括减税降费、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等措施，有效稳定了经济。PMI 数据也逐渐回升。总的来说，中国政府在使用 PMI 数据作为经济决策依据的过程中，不仅注重数据的及时性，还结合宏观经济走势和国际形势做出综合判断。通过对 PMI 数据的深入分析，政府能够及时调整经济政策，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。这些经验对于其他国家而言，无疑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意义。通过研究中国如何利用 PMI 指导经济政策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指标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，以及如何有效地应用它来预测和应对经济变化。在深入分析中国政府利用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调整经济政策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些政策实施后中国经济所发生的显著转变。首先，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最为明显的变化之一。
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，中国政府意识到单纯依赖出口和重工业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，因此政府开始通过调整政策重点，促进从以制造业为主导向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转型。这一转型在 PMI 数据中有明显体现，服务业 PMI 逐渐超越制造业 PMI，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。例如，近年来中国在信息技术、绿色能源等领域的投入显著增加，这些行业的快速发展在服务业 PMI 中有所反映。其次，政府对经济微观调控能力的提升也是一个重要成果。随着对 PMI 数据的深入分析和应用，政府能够更加精准地把握经济运行的脉动，及时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，有效应对经济波动。例如，在观察到 PMI 数据显示投资和消费增长放缓时，政府会适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或者下调利率，以刺激经济增长。这种基于数据的精细化管理，帮助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保持相对稳定。再者，中国经济的内需驱动特征日益显著，政府通过关注 PMI 中的需求指标，不断优化消费环境和扩大内需。例如，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措施，如降低部分消费品的进口关税，推动线上线下融合等。这些措施有效促进了消费升级，提高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，从而在 PMI 数据中体现为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。此外，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。随着“一带一路”等国际合作项目的推进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。这种国际化不仅在制造业 PMI 的出口订单指数中有所体现，也促进了服务业 PMI 中跨境服务的增长。通过这些国际合作，中国不仅拓展了自身的经济影响力，也为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了新的动力。最后，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政府在利用 PMI 数据调整经济政策的过程中，始终注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。政府通过监测 PMI 中的环保相关指标，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和低碳发展。例如，在观察到重污染行业 PMI 指数较高时，政府会加大环保监管力度，推动行业结构调整。这不仅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，也促进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。综上所述，中国政府通过灵活运用 PMI 数据，不仅稳妥应对了经济危机，还成功引导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，实现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。这些经验对其他国家而言，无疑提供了宝贵的参考，特别是在使用经济指标指导宏观政策方面。通过研究中国的案例，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 PMI 指标在现代经济政策中的应用价值，以及如何利用这一工具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。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，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，我给你点个赞，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？在探讨了中国政府如何利用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指导经济政策，并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与转型后，我们转向其他国家，探索 PMI 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及应用。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，其对 PMI 的应用也具有深远的影响。美国制造业 PMI 作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风向标，经常被国际投资者和决策者密切关注。例如，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，美国的 PMI 指数急剧下降，预示着全球经济的衰退。美国政府随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包括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和降低利率，以刺激经济增长。这些措施不仅对美国国内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，也通过全球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渠道影响了其他国家。欧洲同样重视 PMI 数据。以德国为例，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，其制造业 PMI 常常被视为欧元区经济健康的重要指标。德国政府和欧洲央行经常依据 PMI 数据调整经济和货币政策。在欧洲债务危机期间，德国的 PMI 数据显示出一定的稳定性，这反映了德国制造业的韧性，同时也为欧洲其他国家提供了信心和稳定性的信号。在亚洲，日本也高度重视 PMI 数据。日本政府经常依据 PMI 数据来评估其经济政策的效果，特别是在面对长期的通货紧缩和经济停滞时。例如，在2013年实施的安倍经济学中，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，旨在刺激经济增长。随后，日本的制造业 PMI 出现了显著的上升，
显示出经济政策取得了初步成效。在新兴市场国家中，印度也展示了 PMI 数据的重要性。印度政府利用 PMI 数据来监测和评估其经济改革措施的效果。近年来，印度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改革，包括税制改革和提高外国直接投资上限。这些改革措施在 PMI 数据中得到了体现。印度的服务业和制造业 PMI 均显示出增长势头。通过上述各国的例子，我们可以看到 PMI 数据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应用和重要性。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， PMI 都成为了他们经济决策的重要工具。这些国家通过分析 PMI 数据，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自身经济的发展趋势，还可以预测全球经济的变化，相应地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和战略。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， PMI 数据的重要性愈发凸显。它不仅是各国政府和企业了解经济状况、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，也是国际投资者和决策者判断全球经济形势的关键指标。通过对 PMI 数据的深入分析和应用，各国可以更有效地应对经济波动，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增长。未来，随着数据采集和分析技术的进一步发展， PMI 将继续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更加准确和及时的经济信息。